上期节目我们探索了人类的近亲尼安德特人，我们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与疑问。遗憾的是他们在3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。人类在宇宙中是如此孤单，那么假如尼安德特人没有灭绝，他们跟我们共同生活在现代，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兔哥。高眉深鼻，肤白红润，当我们用这些形容词来描述外貌时，大家可能会想象出一个美人的样子，而尼安德特人很可能人人都是这样的外貌。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和鼻骨更大，头骨向外凸起，而不像现代人这样凹进去，整体更加立体。据此还原出来的尼安德特人的脸庞较大，鼻子也很大，在我们看来就像刚睡醒时有些浮肿，眼睛上方的眉毛显双拱形，又浓又粗，仿佛是做了永久纹眉，让人见之难忘。那么尼安德特人的大脸庞和大鼻子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，他们加工食物的方法更喜欢大口大口的吃肉，发达的额骨和犬齿利于咀嚼，而由于生活在冰河时代，大鼻腔会对冷空气到达肺部之前进行加热，减轻肺部的压力。但尼安德特人的粗壮眉毛似乎没有什么生理上的作用，科学家不得不猜测这是男性魅力的标志物之一，就像雄性驼鹿的巨大鹿角一样，拥有粗大眉毛的家族一个瞪眼，能对家人有更大的震慑力。皮肤和毛发没能在化石中留存，但现代科学家通过比较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序列，对他们的肤色和发色做了一些猜想。MC1R 基因负责生产黑色素，黑色素越多，肤色和发色就会越深。而尼安德特人的 MC1R 基因发生了突变，生产黑色素的效率降低了。拥有相同基因突变的现代人有着雪白的肤色和红色的头发，科学家由此猜想，尼安德特人可能也有着红头发、白皮肤。尼安德特人黑色素更少的原因可以理解，他们生活在光照更少的高海拔地区，如果有很多黑色素将阳光阻隔在皮肤表面，就无法获得足够的需要阳光催化合成的维生素 D， 因此他们必须减少黑色素。一项研究表明，尼安德特人也具有感知和产生现代人语言的能力。当然，由于地域的阻隔和历史文化的不同，尼安德特人很可能会独立创造出自己的语言，但就像各大陆的原住民一样，他们的语言虽然令人费解，但规律也是有迹可循的。只要愿意学习，我们也能掌握尼安德特人的语言，实现顺畅交流。这项研究是由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德瓦拉·梅塞德斯·德瓦维尔领导的国际多学科研究团队进行的。他们对5名尼安德特人、10名现代人以及在西班牙阿塔普埃尔卡遗址发现的9名早期古人类的耳部结构进行了高分辨率的CT扫描，构建了耳部结构的虚拟 3D 模型，以此检测尼安德特人的耳朵传声能力，并重建了尼安德特人可能听到和发出声音的范围。研究发现，尼安德特人可以听到与现代智人相同的声音范围，而且他们的听觉朝着听清辅音的方向进行优化。辅音指的是发音时声带不振动，气流在口腔或咽头受阻而发出的声音。辅音通常不够清晰响亮，多用于近距离的交流，因此辅音是人类独有的音素，其他灵长类动物只能发出类似咕咚嚎叫的元音。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不仅具有必要的听觉能力，这种能力也正向着产生语言、进行交流的方向发展。而此前的考古研究已经发现，尼安德特人具有与现代人几乎一模一样的舌骨，舌骨能够支撑舌根，让舌头灵活运动，以控制气流，发出声音。这表明尼安德特人具备了发声的能力。基因层面也显示出尼安德特人是能够说话的。
FOSP2 基因与语言和语音的产生有关。与黑猩猩的基因序列相比，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 FOSP2 基因出现了2处相同的碱基变化，这同样暗示着尼安德特人的语言与现代人是相似的。如果尼安德特人真的有自己的语言，这应该会成为最名副其实的小语种了。那么如果尼安德特人生活在现代，可能他们看病会有些麻烦，如果受伤需要动手术，医生都会首先询问一个问题：你是什么血型？这是为了预防意外的大出血，需要提前准备血源。如果尼安德特人需要动手术，医院能给他们找到合适的血源吗？不久前，科学家对尼安德特人的血型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检查了生活在10万至4万年前的3名女尼安特人的基因组序列，以确定他们的血型。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这次研究总共考虑了7种血型决定系统，包括最为常见的 ABO 血型和 RH 血型。在 ABO 血型系统中，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血型一致，同样存在 A、B、AB 和 O 血型。但是在考虑到 RH 血型系统中，尼安德特人的血型出现了一个例外。尼安德特人拥有一种现代人中极其稀少的 RH 等位基因，这样大部分现代人的血液都不能与其相容。在所有现代人的基因库中，研究者只在澳大利亚土著和巴布亚人身上发现了这个独特的基因。尼安德特人如果生活在现代，不仅需要非常小心，不能大量出血，就连结婚对象的选择都很有限，因为如果另一半的血型与其不匹配，胎儿流产的概率就会大增，而且生孩子也有很大的风险。尼安德特人的免疫系统也与现代人有些不同。科学家最近发现，尼安德特人有3个免疫基因发生了突变，其中一个基因会产生引起怀孕女性免疫答应的抗原，导致母体对胎儿发起攻击，以致流产。科学家们猜想，这可能是尼安德特人无法生育很多健康胎儿，以致最终灭绝的原因之一。此外尼安德特人可能还患有一些现代人未找到根治方法的疾病，包括对阳光过敏、抑郁症、尼古丁成瘾和高凝血症。这些疾病虽然不具有高致死风险，但也十分麻烦，很可能影响尼安德特人在现代的生活。那么与现代智人的其他近亲相比，尼安德特人算是与我们最为亲近了。除了一些小问题之外，他们对现代社会基本可以良好适应。那么如果未来科学家找到了复活灭绝物种的方法，复活一批尼安德特人与我们共同生活，让现代智人不再孤单，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本期好奇探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